娘亲，苦宝好想娘亲。坏奶奶打苦宝不能让坏人打扰娘亲睡觉觉，娘亲让苦宝进，苦宝想叫叫。站好，不准动，动了就画的不好看了啊！奶，苦丫头咬我，好香啊！奶，你快来啊！苦丫头还抢我的鸡蛋吃，臭丫头，反了天了！凭你也配吃鸡蛋这么金贵的东西啊！疼，坏奶奶！苦宝瞅准时机，抱住了钱王氏的手，狠狠咬了下去，并趁机逃了出去。冷冽的风穿透单薄的衣服，吹得他牙根控制不住的咯咯打架。好冷，好冷呀！可他不敢停下来，他要去找娘亲，和娘亲在小土包里睡觉觉，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坏奶奶打得太疼了，苦宝受不住了。你要是敢跑，老娘就把你娘从土包里刨出来，丢到山里喂狼。不准欺负娘亲！哎呦呦，不想让我动你娘，那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雪地里跪一夜。明早起老娘要是看不到你跪在院子里，立马就去把你娘刨出来喂狼。钱王氏可舍不得苦宝跑，他还想着苦宝长到个7、8岁，卖个好价钱。娘，饭做好了没？做好了赶紧端到床上来，我和红菊都快饿死了。哎，来了。娘亲不怕哦。苦宝是不会让坏奶奶打扰你睡觉觉的，你睡醒了就来接苦宝一起去小土包睡觉觉好不好？转眼已经是深夜，寒风呼啸，家家都紧闭门户，生怕有一丝冷风钻进屋里。苦宝已经变成了小雪人，只露出了2只清澈无波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钱家的大门。真冷呀！苦宝感觉眼皮子很沉，好像闭上就会永远睁不开。他伸出发僵的小手，用力地撑开眼皮。再过一会，坏奶奶他们应该就睡着了吧？又过了半个小时，苦宝慢慢朝猪圈爬去，钻到了草堆里面。大眼里的眼泪这才敢流下来，张开小嘴巴，让眼泪顺着流进了嘴巴里。苦宝感觉身上的疼明显轻了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苦宝知道自己的眼泪是可以治好伤的。苦宝伸手在鸡窝头上小心地扒拉了一会，抹到了一根金黄的软鳞羽，瞬间他就看到了那片熟悉的神奇土地。哇，好好看啊，这里好暖和呀！哇！到了果树下，苦宝看中了一颗红彤彤的果子，果子直接掉到了地上。他咧开嘴角，大口大口啃起来，一个没吃够，苦宝又盯上了另一个白果子，白果子也欢快地掉到了地上。吃饱喝足的苦宝美美地睡在了大树下。乖宝，天亮啦，坏人要起床打人啦！苦宝哆嗦着身子来到昨晚跪的地方，再次跪了下来。乖宝，有人进村啦，他们要找王翠花。王翠花，坏奶奶就叫王翠花呀。像是想到了什么，苦宝的小身子一震，赶紧爬起来就跑，一定是拍花子进村了。坏奶奶老说不听话，就要把她卖给吃肉的拍花子。臭丫头，给我站住！你再跑，我就去把你娘刨出来。苦宝这次没有听他的，光着脚丫子跑得飞快，他要去找娘亲，他不要被卖给拍花。臭丫头，我让你跑！啊，娘亲叫。干什么？住手！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钱王氏。不知道夫人找我有何贵干？老夫人连个眼神都没给钱王氏，看清匍匐在地面的小一团，瞬间身子发抖。哎，你抱我们家孩子干什么？快放下他！钱王氏不明所以，赶紧上前想阻拦，却被男人手臂横扫过去，掀翻在地。哎呦呦，摔死我了！你们得赔医药钱。娘，你快看！老夫人闻声盯住苦宝的脸，瞬间身子一软，眼眶瞬间红了。苦宝看着和村里人打扮大不一样的2个人，小身子吓得直哆嗦，拼命的挣脱下来。他要快快的去找娘亲。孩子，不准跑，赔钱！男人见没灵力，一脚把钱王氏踹飞了1丈开外。钱王氏惨叫一声，明显是昏了过去。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快去追孩子，他穿的这么少，会冻坏的呀。娘，你慢慢走，千万别着急，儿子这就去把孩子追回来。娘亲，乖孩子，别跑了，小心受伤啊。娘亲，苦宝想娘亲。奶翠的声音像是一把刃，狠狠地扎进了年轻男人心底。他猛然顿停在苦宝身后，眼泪一下子就胀满了眼眶。乖宝，娘亲，有坏人！娘亲，苦宝要睡觉觉。娘亲，让苦宝进。看见这一幕，他身后的铮铮铁汉泪流满面地跪到了他身边。孩子，我是舅舅，不是坏人。舅舅，
他不是拍花子，是舅舅。娘亲告诉过苦宝，苦宝是有舅舅和姥姥的，就是找不到了。舅舅不是拍花子，是舅舅，不是拍花子。舅舅是娘亲的哥哥。永和，娘的乖女儿，是娘没护住你，是娘来迟了呀。苦宝看着伤心欲绝的两人，小小的心剧烈的挣扎着。他们应该不是坏人吧？苦宝疼，舅舅帮。乖宝，姥姥的乖宝，你这是受了多少苦啊？是姥姥不好，弄丢了你娘，又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你。姥姥来迟了呀。苦宝要做什么都好，姥姥也帮苦宝啊。他们没有打苦宝，也没有要带苦宝走，他们在帮苦宝找娘亲，流血疼。姥姥不疼，乖宝疼。你们是谁？打昏了我娘，还敢刨我家的坟？今天不掰扯清楚，甭想离阳滩村。这个小女孩也太惨了，家里人不给吃也不给喝，还要让她顶着大太阳去挖红薯，完全就是那种干最脏最累的活，吃最少最差的饭。然而当她在一睁眼，面前竟然多出了一群嘘寒问暖的家人。街上吉前大贵和他媳妇李红菊带着同村的几个村民堵住3人，苦宝匍匐在雪地上，朝着矮胖的男人呲出了小尖牙，小脸奶凶奶凶的。坏人不准挖娘亲喂郎朗。这一幕让老妇人撕心裂肺，她歇斯底里的吼道：老三还不替你妹妹和外甥女报仇？年轻男人早就按捺不住胸腔的滔天恨意，手一动就卸下了腰间紧缠的鞭子。你不要过来你们别走啊！救命啊！嘎人了！欺负娘亲，打！老三听到乖宝的话了吗？狠狠的打，有娘和你大哥担着。苦宝惊诧的仰着小脸，看向抱着自己的老妇人。这个老奶奶好凶好凶啊，比坏奶奶还凶。可是她没有打苦宝啊，还替娘亲教训坏二叔。老奶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呀？乖宝别怕，以后姥姥护着你，谁也不能欺负你和娘亲。喂，啥？老妇人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小土包，一字一句很认真的教苦宝。我是他的娘亲，我当然要护着他，还有宝。好汉有话好好说，打嘎了人，你们也要偿命的啊！你这样伤人性命，告到官府是要坐牢啊！好汉饶命啊！有话好说，捆起来，带回府慢慢收拾。娘，你抱着乖宝去爬犁上等我，我去找绳子把他们捆了。苦宝不离开娘亲。苦宝奋力的想下地，小短手伸出来，朝小土包挥舞所抱。娘亲抱！老妇人瞬间泪流满面，她看了眼孤零零的小坟包，眼神悲痛，喉间颤抖呜咽。好，姥姥带宝和娘亲一同回家。娘，你怎么还在这？老三，你捆着他们3个先回府，随后再带人过来，咱们把永和也接回府。娘，那我先带你和苦宝先回去，一会我亲自带人过来接妹妹回家。乖宝不认识我们，他只信永和，我在这里陪着他守着永和，你快去快回就行。可娘，我这一趟来回至少也要1个时辰，天寒地冻的，你的身子骨受不住啊。老三，娘要同乖宝和永和一起回家。男人见多说无益，只好用最利落的手脚快速打个来回。宝一定很疼很疼吧？姥姥以后绝不会再让宝受一丝伤害。宝，谢谢你守着娘亲，护着姥姥的闺女。在老妇人怀里，一丝丝暖流不间歇地捐入苦宝的胸腔，轻柔地包裹住他伤痕累累的心，温暖又安定。苦宝觉得眼皮子好重好重，不受控制地陷入梦乡。娘亲，苦宝是惊醒的，一睁眼，7、8张男女老少的脸顿时撞入他的眼帘。他下意识地弹坐起来，呲着小牙退缩到了床角，满身戒备。别打，苦宝会咬人。叶家人面上刚露出的欣喜，看见苦宝惊恐戒备的反应，瞬间都止住了。宝，别怕，这里是宝的家，没有人会打宝。乖宝，肚子饿坏了吧？姥姥喂宝吃好吃的好不好？他的话刚落音，一个身段婀娜的美妇人就赶紧将一碗肉糜粥送到他手里。给苦宝。对，这都是给宝的。宝过来姥姥跟前，姥姥喂你吃好不好？乖宝，来张嘴，慢一点，别噎着。苦宝吃得很急很快，一碗肉糜粥很快就被吃得干干净净。江丰年准备让人再添半碗，却被苦宝的小手扯住了衣袖。给碗，苦宝好吗？江丰年不明所以，但还是把碗轻放到苦宝手里。苦宝眼底比刚才吃粥的时候更亮了。谢。然后他两腿一摊，坐在了床上，捧着碗小心翼翼地舔起来，一点粥水都没有浪费。见此一幕，江丰年心中霹雳划过道道心疼。宝，粥还多着，姥姥再给你舀半碗好不好？苦宝的大眼睛从碗沿露出来，滴溜溜地看着江丰年，小黑手拍了拍小肚子。宝，浪费。多乖的孩子啊，怎地舍得折磨成这样啊？苦宝舔完最后一口，满足地把碗递给了江丰年。谢，好奶奶。紧接着他就溜下了床，牵起了江丰年的手。走，卖苦宝，苦宝肯。乌宝，姥姥的乖宝，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永远不会有人再卖乖宝了，不会了呀。夫君，钱家罪该万嘎，万不能轻饶了他们呢。大哥，我这就去嘎了钱家，替永和和外甥女报仇。三弟莫冲动，嘎了他们，未免太过便宜了他们。可三弟，大哥说的对，苦宝和永和受的苦，
钱家要一样不少的都尝一遍才行。他们说要替娘亲和苦宝报仇，他们真的是娘亲和苦宝的家人吗？娘亲，娘亲。苦宝后知后觉，突然想起了自己没有在娘亲身边，急急的就要挣脱江丰年的怀抱。娘亲在，娘亲和宝一起回家了，姥姥带宝去找娘亲。江丰年喉间一梗，赶紧擦着泪抱起了苦宝，接过美妇人递过来的新袄子，轻声对怀里的小人说：外面冷，我们擦个澡，穿得暖暖和和的，再去见娘亲好不好？不然娘亲看到乖宝穿着破衣服会心疼的。苦宝呆怔的看着新衣服，低头看了看自己破烂的单衣和脏兮兮的小身子，摇了摇小脑瓜。苦宝脏，会弄坏。宝，不怕的，弄脏了有大舅母给你洗，大舅母还给你做了很多好看的新衣服，都是苦宝的。仙女是苦宝的大舅母吗？是真的吗？乖宝不怕，以后大舅母就是宝的娘亲，别的宝有的，娘亲的宝也都会有。柔软暖香的怀抱让苦宝小身子忍不住微微颤抖，小小的心口胀胀的，依恋像破土的小嫩芽，颤抖的在陌生的世界舒展着小叶子。娘亲，苦宝就让仙女婶婶抱一会会，就一会会哦，苦宝不会不要娘亲的。婆媳俩忍着心口的剧痛，一边流泪一边给苦宝擦拭、上药、换上新衣、穿上新鞋。老奶奶和仙女婶婶的脸色看着比她还疼。坏奶奶打苦宝的时候，娘亲也是这样的脸色。娘亲说这是心疼。苦宝慢慢确定了一件事情：老奶奶给苦宝好吃的，穿新衣服，还不打苦宝。坏奶奶每天只给吃一顿猪食，让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对苦宝这么好，他要做多少事情他们才能满意？苦宝刚和自己真正的亲人团聚，还没来得及享受姥姥的疼爱，就被溥仪告知姥姥时日无多，心中想到老人对自己的疼爱，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暴露了自己的秘密。苦丫头，快救救二婶和哥哥！苦宝，奶好冷啊，你快求太守大人饶了我们吧！钱王氏和李红菊刚喊出声，叶永礼的鞭子就扬了起来，却被叶永忠制止了。别当着孩子的面打人！哼，给我等着！苦丫头，快救救奶奶！奶奶回家一定好好疼你，好不好？奶奶给你做新衣服，给你吃大碗粥，给你煮鸡蛋，让你进奶奶屋，奶奶抱着你一起睡觉，好不好？钱王氏忍着打颤的牙根，好听的话一股脑的说了出来。苦宝轻歪着小脑瓜，观察了钱王氏一会，然后就奋力的要挣脱江丰年和苏玉莲的手，迈开小短腿，哒哒的朝钱王氏跑。江丰年和苏玉莲面色一惊，赶紧拦住。乖宝，你还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舅父们替你出头，下次万不敢再做这种危险的事了，好不好？看，抱着乖宝的是三舅父，他从小习武，一身本领，以后苦宝想教训谁，都可以让三舅父替你出手。三舅父，哎，乖宝，我是三舅父，大舅母说的对，有三舅父在，以后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乖宝。乖宝，我是大舅父，大舅父虽然没有武功，但是三舅父也要听大舅父的话，所以大舅父更能保护乖宝的。舅父，哎呀，乖宝，让大舅父抱一抱好不好？叶永忠直接伸手接住苦宝，却察觉到叶永礼不肯松手，他咧开的嘴角瞬间抿出严厉的弧度，一记眼神毫不客气地瞪了过去。娘，你得管管大哥，他惯会一拳压地。江丰年看见这一幕，欣慰的嘴角都合不拢，直接忽略了小儿子的眼神官司。宝，我是二舅父，二舅父没三舅父和大舅父厉害，但是二舅父也会努力护着宝的。苦宝把晕乎乎的眼神从叶永忠脸上挪到了叶永孝的脸上，看仔细后，他瞬间瞪大了眼。娘亲。说着，他就张开双臂朝叶永孝的怀里扑，大眼睛一瞬间胀满泪花。叶永孝一愣，随即就心疼的把苦宝接到怀里。苦宝想娘亲。叶二长相清秀俊美，本身就和小妹叶永和有8分肖像，乍一看何永和简直像龙凤双胎，也难怪苦宝错把他认成娘亲。宝儿乖，娘亲也想宝。二舅父是家人，对，二舅父是娘亲和乖宝的家人，二舅父会替娘亲护着苦宝，再也不让苦宝受委屈。苦宝大眼睛眨巴眨巴，眼泪豆豆就流了下来。他一边让眼泪豆豆流到了小嘴里，一边挥舞着小拳头指向钱家人。坏人欺负娘亲，二舅父打。苦宝也有家人可以告状了。好，二舅父这就打欺负娘亲和苦宝的坏人。说着，他就望向三弟叶永礼，清冷的眼神示意很明显。叶永礼立刻上前，把他们的嘴巴堵起来，免得惨叫声太大，吓着乖宝。老夫人屏退了左右，庭院里只剩下叶家人后，他才走进叶永孝，和他怀里的苦宝对视，颤声询问：乖宝，能告诉姥姥他们是怎么欺负娘亲的吗？坏二叔欺负娘亲，打娘亲疼，娘亲哭，坏二叔剪刀扎。因为激动，他的小脸涨得通红。虽然苦宝童颜稚嫩，描述不清，但已经足够让叶家人明白过来叶永和都经历了什么。江丰年更是两眼一黑，就朝后栽倒过去。娘，不是狗啊！我打死你这个不是狗！三弟阉了这个不是狗，然后派人用盐水不停歇的给我浇淋他的伤口，舍得给他含块餐片吊着气，绝不能让他痛快的搞。
立刻，马上。叶影中面色寒意森森，眼底是嗜血的傻意。交代完后，就背着江丰年匆匆回了房。府医探清了江丰年的脉，皱着眉说：“老太太先是受了严重的风寒，又悲气郁结，加上刚才急怒攻心，这一连串的邪气逆行才导致的昏厥。如果今晚不发烧，就平安无事；要是发烧了，就凶险难测。”听闻此话，叶家人的心都高悬了起来。娘，您可是咱们叶家的掌舵人，您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就算为了乖宝您，也要挺住啊！他遭了这么多的罪，好不容易回了家，还指着姥姥心疼他呢。乖宝。娘，乖宝在这呢。苦宝看着床上紧闭着双眼的老人，心里涌上恐慌。娘亲睡觉前也是这样唤他的，可是最后就被埋进了小土包，再也见不到了。苦宝挥舞着小手朝江丰年那里亲：“奶奶，救宝，别怕，姥姥护着你。”床上的老人病了，还要护着自己。苦宝的小嘴一瘪，泪豆豆大颗大颗的流了下来，害怕泪豆豆浪费，慌忙用空出来的小手指接住泪豆豆，送到了江丰年的嘴边。苦宝又接了一滴泪豆豆送过去，却看到他突然睁开了眼，正一瞬不顺地看着自己。哎呀！老奶奶现在的眼神和娘亲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泪豆豆能治病一模一样。娘亲说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苦宝的泪豆豆可以治伤。苦宝反应过来自己泄露了秘密，大眼睛里漫上惊慌，缩回小手就准备逃。江丰年忙坐起身，拉住了苦宝：“娘，怎么了？你们都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的房间。”叶永忠虽然满心疑惑，但还是跟着走了出去。谢谢乖宝，谢谢你救了姥姥，别怕呀，姥姥不会伤害你的。奶奶不怕，宝不是妖怪。宝是妖怪，姥姥也不怕，不管宝是什么，姥姥都喜欢宝，心疼宝。苦宝小嘴巴一瘪，哭出声来，好像所有的委屈突然间有了泄口，争抢着朝外涌。别哭了，乖宝，都过去了呀。好咸呐，不过身上一点都不疼了。姥姥，姥姥的乖宝，苦宝，乖宝，你喜欢你现在的名字吗？坏奶奶喊自己苦丫头的时候很凶很凶，喊坏哥哥金宝的时候就笑得满脸菊花。金宝肯定比苦宝好。乖宝，回到姥姥和舅父们的身边，以后都是和糖一样甜的好日子。所以我们把苦丢掉，换成甜。以后你小名就叫甜宝，甜甜蜜蜜的甜，好吗？江丰年一脸认真地看着苦宝，眼底是征询和商量。甜宝不说话，姥姥就当甜宝同意了哦。甜宝以后不敢再用眼泪救人了，姥姥怕别人抢走甜宝，伤害甜宝，知道了吗？苦宝被江丰年慈爱的眼神看得晕乎乎，乖巧地拍了拍他的大手。奶奶，救！坏人不救的会卖苦宝。甜宝，姥姥。祖母，我们能进来吗？我们想见妹妹。进来吧。妹妹，这是大哥哥最喜欢吃的云片糕，送给你吃。妹妹，先吃二哥哥的桂花糕，比云片糕还好吃哦。二弟，我是兄长，理应先吃我的。大哥，你能不能别文绉绉的？妹妹听得懂吗？兄弟俩正争抢着谁先投喂妹妹，叶星武一把将桂花糕塞进了甜宝微张的嘴巴里，然后期待地瞪大了眼睛。怎么样，好吃吗？甜不甜？哇，好甜，比乖果果还甜。谢。祖母，你看，妹妹笑了，妹妹笑了。星武真厉害，姥姥和甜宝说了这么久的话，甜宝都没有笑，还是你有办法。小哥哥莫不是斗地主被人炸蒙圈了？二弟，你看你都吓到妹妹了，妹妹想不想吃云片糕呀？两个小哥哥怎么长得一模一样？没等他多想，便被两小只开心的投喂起来。吃完最后一口，甜宝溜下了床，小手撑地跪在了地上。甜宝，你跪着干什么？哥哥，喂甜宝，甜宝给骑马马。叶星武最先反应过来，肯定是院子里那个坏小子这么欺负过妹妹，赶紧也学着甜宝的样子跪爬了下来，和甜宝平视。好，骑马马，哥哥当马马，给甜宝骑好不好？甜宝，你这么小可不能当马马，二哥可壮了，你骑他。江丰年看着两个孙子，眼神变得欣慰，嘴角的笑容重新绽放开来。星文星武，小心着点啦，别摔着妹妹呀。祖母你放心，我会管着二弟的。是啊，祖母，我小心着呢。再说有大哥扶着妹妹呢，马儿出发喽，驾！甜宝，快打马儿的屁股，让马儿跑快一点呀。甜宝紧张的心松弛下来，腾出一只小手，小心的拍了一下叶星武的屁股。驾！妹妹坐稳喽，马儿要跑快喽，驾！等下的好好夸赞一下这俩小子，出息了，竟然这么快就和妹妹混熟。下。玩了好一会，甜宝就催生要下来，并将叶星武的小手拉到自己的嘴边，张开小嘴哈热气。地上冷，哥哥疼。三两童言无声透露了甜宝惨痛的过往，更是生生撕开了祖孙三人的心。
哥哥不疼，哥哥一点都不疼的。一时间，房间内尽是祖孙几人的哭泣声。听着屋里不停哭泣的姥姥小小，屋外的3个大人再也忍不住走了进来。兴文、兴武，你们别吓着妹妹了，走，我们带妹妹去吃晚膳。你们俩是哥哥，宠妹妹是对的，但是要坚强一些，带妹妹做开心的事情，不然惹得妹妹又想起以前的伤心事了。走，田宝，二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多好多好吃的，吃一顿饱。叶永忠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抹掉眼角的泪。虽然田宝表达的并不全，但是他们听懂了。田宝一天只吃1顿饭。走，带田宝去吃晚膳。一家人就浩浩荡荡地朝膳房走。苏玉莲扶着江丰年打头，叶兴文和叶兴武牵着田宝在中间边走边说笑。叶家2兄弟跟在身后。大表哥、二表哥，你们终于来了，梦柔等你们好久啦。一家人刚到膳堂，一个4、5岁的小女孩就欢快地跑上前来。二表哥，他是谁呀？哪里来的丑八怪叫花子，竟然牵着二表哥的手？梦柔表妹，这是我的妹妹田宝，也是你的妹妹。田宝刚回家，什么都不懂，你要对田宝好一点，明白了吗？二表哥，她是哪里冒出来的？梦柔啊，她是你永和姑姑的女儿，快请妹妹上桌吃饭。来人是苏玉莲的嫡亲妹妹苏玉翠，自家没落后，投奔了苏玉莲，俨然成了叶府的一份子。田宝妹妹，那你坐这里吧。他让田宝坐的位置是整张桌子的最下位，平时客人都坐不到那里去的位置。五哥儿，快把田宝抱上去吧，刚好你三叔可以照看他吃饭。不，妹妹坐我和哥哥中间。哇！这是自己第一次坐到饭桌前，田宝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吃饭桌子，这么大的桌子一定会摆上4个菜吧。二表哥，梦柔想坐你身边。苏玉翠眼底非但没有出言阻拦自己女儿的意思，还有怂恿期待之意。不过是个农村的臭丫头，在自己冰雪聪明的闺女面前，她连个丫鬟都算不上。我要和田宝坐。梦柔表妹，我们是要照顾妹妹吃饭，才让田宝坐中间的。再说你坐在祖母身边，也能逗祖母开怀，一举两得。可是我也想和表哥坐。田宝个子太小，没办法单独坐着吃饭，还是我抱着他吃吧。今日就让梦柔坐你们俩中间吧。江丰年看着哭泣的赵梦柔，第一次觉得她有些不讨喜，伸手把田宝抱进了怀里。哼，就会坏事。臭小子，果然是泥腿子的种，自己的闺女白净可爱，不比这个刚捡回来的丑丫头好，真是没眼光。可偏偏自己闺女还偏爱黏着叶兴武，真是想想都来气。烦死了！饭桌上的田宝有点紧张，眼神怯怯地看着众人，目光所到之处都是善意慈爱的笑容。落到苏玉翠身上的时候，他怔了怔。这个婶婶嘴角是上扬的，可是眼睛好凶啊，和坏奶奶想打自己的眼神一模一样。叶姥姥，田宝乖，以前田宝什么都听娘亲的，以后田宝什么都听姥姥的。就算田宝调皮，姥姥也喜欢田宝，田宝开心，姥姥就开心。接上集，田宝发现苏玉翠的小表情，咧开的嘴角收了收，朝苏玉翠防备的呲了呲小虎牙。不怕不怕，田宝以后离这个婶婶远一点就是了。臭丫头，竟然敢瞪自己！很快饭桌上就摆满了饭菜，田宝的眼睛瞬间瞪成了极致的圆。哇，1盘、2盘、几盘，好多盘。哎呀！原来是田宝的口水不受控制的滴到了桌沿上，吓得他赶紧把口水擦掉，又从江丰年的身上溜下来，躲到了墙角，眼神惊恐又戒备的看着饭桌上的人。大姨父，田宝妹妹好恶心啊！她竟然把口水滴到了饭桌上，这样不守礼数是不是要挨家法？大姨父，田宝妹妹还小，打2下嘴巴让她记住就好了。大姨父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瞪过自己，是自己说错话了吗？可明明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啊！乖妹妹，不要紧的，你看二哥哥也流口水了，没事的。田宝犯错了，打。听到这个话，叶家人心都碎了，纷纷想下座位，但是被江丰年扬手制止了。交给兴武吧，小心吓到田宝。没人会打田宝，二哥也不会挨打的。不信你问姥姥，他是家里最大的，他不准打，谁也不敢打我们的。边说叶兴武边不动声色地牵着田宝的手，走到江丰年跟前，鼓励田宝道：妹妹，你快问姥姥。不打，田宝。姥姥年纪大了也流口水，田宝会打姥姥吗？宝，给姥姥擦。对呀，宝给姥姥擦口水，宝流口水了，姥姥也给宝擦，怎么会打宝呢？田宝，你想吃哪个菜？姥姥给你夹。儿子，好样的！
嘿嘿嘿。这一幕让赵梦柔眼底的委屈更浓了，不甘地望向苏玉翠。苏玉翠心里何尝不气，但是她很明白叶家人这是新搭的茅房香3天，此刻她只能眼神安抚赵梦柔稍安勿躁。另一边田宝伸长脖子看了一圈，全部都是肉，他怎么敢要着吃？山药。江丰年将一块山药送入田宝嘴中，田宝的大眼睛瞬间亮如星辰烛火。谢姥姥喂。乖妹妹，二哥这里有鸡腿，你想吃吗？宝，女娃吃青菜，哥哥吃肉肉。饭桌上的人齐齐愣住了，反应过来后只剩下心疼。乖妹妹，在我们家，女娃娃要先吃肉，男娃娃才敢吃。你要是不吃，我和大哥哥都不能吃哦。乖孙儿果然机灵，好香，好好吃。这个鸡腿有这么多的好吃，在这里女娃娃也能吃肉，这个家真好呀。田宝可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这么灵活的脑子不好好念书，真的是暴殄天物了。嚼着嚼着，田宝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伸手把叶星武拿着鸡腿的手推到他嘴边。哥哥可以吃了。田宝妹妹，你吃过的东西怎么能给二哥哥吃呢？赵梦柔忍不住尖叫出声，本来她心里就嫉妒的不行。伯娘，梦柔也是。撤2个菜到风雅院，伺候玉翠母女去房里单独吃。江丰年满是笑意的眼脸瞬间变得凌厉，他打断苏玉翠，对外面的管家吩咐道，语气冰冷异常：老夫人，厨房里还有富余的菜，老奴这就着人安排。玉翠，你先带着梦柔回房吃吧，等田宝习惯府里的日子，再知会你们过来同席吃饭。回去后你好好教教梦柔，长辈在，勿多舌。伯母都没说什么，还轮不到她插嘴说话。外甥女刚才就对田宝有敌意，但是妹妹却没有及时制止，就说明心思也不纯。大姐，梦柔不懂规矩，你也不懂规矩了吗？娘，梦柔就想在这里吃。闭嘴！这个家果然是姥姥说了算，这个姥姥喜欢女娃娃，还喜欢听话的女娃娃。田宝还想吃什么？姥姥给你夹。田宝，这个鱼也好吃，大哥哥喂你。田宝，这个狮子头可嫩了，三舅父喂你。田宝，大舅父喂你喝一口这个芙蓉汤，可鲜可鲜了。众人喂食田宝的温馨一幕，看得江丰年百感交集，眼底一直含着微微的失意。饭后，众人一起来到了祠堂，田宝小脸上都是激动和开心，小短腿哒哒的在祠堂里来回跑着找，小声的呼喊：娘亲，娘亲，田宝有肉肉。小小的掌心赫然是一块鸡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藏下来的。叶家人发出压抑的抽泣声，找了一圈，田宝都没有看到地上有小土包，小脸的开心垮了下来。姥姥说要带他来找娘亲，娘亲在哪？田宝，娘亲在这里。田宝，娘亲太累了，所以姥姥给她做了个小房子，她就睡在这个小房子里。娘亲不用睡小土包了，可以天天陪着田宝了。田宝哒哒跑过去，看着牌位咧开了笑容，伸手过去紧紧抱住。真的是娘亲！田宝用小脸小心翼翼地贴了贴娘亲的脸，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田宝抱娘亲，叫叫不冷。姥姥真的带着娘亲一起回来了，娘亲不用躺在冰冷的小土包睡觉了。谢姥姥，田宝乖。以前田宝什么都听娘亲的，以后田宝什么都听姥姥的。就算田宝调皮，姥姥也喜欢田宝，田宝开心，姥姥就开心。从祠堂出来，田宝就在院子里找来找去。田宝，你在找什么？二哥哥帮你一起找，好不好？对，我们帮田宝一起找。田宝喘着粗气，看着大大的庭院有些迷茫。草多多草。田宝，大哥哥带你去找草。说着，他就同叶星武牵起了田宝的手，带着田宝来到府里的大柴房。哇！田宝眼睛骤然变得晶亮，紧接着就扑向干草堆。叶家人面面相觑，不知道田宝为什么对干草堆这般喜欢执着。谢谢大哥哥。田宝喜欢就好，明天大哥哥再带你玩。我们现在去睡觉好不好？乖乖睡觉。说着，他就抱着娘亲，转身一头扎进了草堆里，费力的朝里面咕涌，一直钻到了最里面，幸福的窝在了里面。娘亲冷。乖宝，娘亲抱紧紧就不冷了。娘亲，宝还冷。乖宝再忍忍，明天娘亲再去找更多的干树叶回来，这样就不冷了。宝听话。娘亲，不用找树叶了，我们有床了。哇，这里的草好多，好暖和呀！今晚肯定不会冷了。这个家真好，真好呀！此时的叶家人终于知道田宝为什么执着于找草了。
江丰年只感觉自己的心生生被撕成了2半，疼得让他喘不上气来。这么冷的天呐，他们竟然让田宝睡干草堆，田宝在他们家到底过的什么日子啊？田宝，快出来，哥哥的大床给你睡，我们不睡这。外面怎么这么多人在哭？哥哥们也在喊自己出去。他们不是让田宝乖乖睡觉吗？怎么又让田宝出去呢？刚出来的田宝就被2个哥哥紧紧抱在怀里，这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祖母，让田宝跟我睡，我能照顾好田宝。对，我们能照顾好田宝的。田宝是女娃娃，让她睡大床，我和哥哥睡在外榻守着她。文哥、武哥，娘知道你们想对妹妹好，可妹妹毕竟是女孩，你们同寝而眠传出去，对妹妹的名声不好，还是让娘来照顾田宝，好不好？玉莲，田宝交给你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但是永忠平日里处理公务回房晚，你又要照顾永忠，又要照顾田宝，未免太累。田宝，从今天起你就跟着姥姥睡，姥姥照顾你好不好？好。回到福寿院，江丰年亲自给田宝洗了小脸、小手、小脚，仔仔细细的把面脂抹遍了他每处皴裂的皮肤。田宝感觉刺痛难忍，但是咬着小牙，一声不吭，乖乖的任由江丰年摆弄。田宝，疼的话不要忍着，要喊出来，遇到危险了，被人欺负了，也都要大声喊救命，知道了吗？喊，有人救。以前的他喊过，结果却是他人的指指点点，没有人会救他。后来他就不再哭喊，因为他知道没有用。只要田宝喊救命，姥姥一定会听到，一定会来救田宝。舅舅们会，大舅母会，哥哥们也会。田宝看着老人认真的眼神，终于还是点了点小脑袋。哇，好暖，好软，比坏哥哥的床还要暖，还有香香的味道。娘亲，冷。乖宝，娘亲抱紧紧就不冷了。娘亲，宝还冷。乖宝再忍忍，明天娘亲再去找更多的干树叶回来，这样就不冷了。宝听话。娘亲，不用找树叶了，我们有床了。田宝，姥姥明天给你梳好看的小辫好不好？姥姥还可以陪你翻花绳。田宝要干活，在这个家，田宝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陪着姥姥就可以了。不干有饭吃？有，每天吃3餐，每餐都是田宝喜欢吃的。真的？真的。为啥？因为田宝吃饱，姥姥就开心。为啥？因为田宝是姥姥的命。这一夜，叶府上下都辗转难眠。娘，我讨厌那个丑丫头，她为什么要来我们家？娘也讨厌她，但是梦柔不能再像今天一样对她了，我们要对她很好很好，知道了吗？为什么？她抢了2哥哥，抢了祖母和姨父们，我讨厌她，我不想对她好。我都听娘的。田宝一定会喜欢我准备的礼物。大哥，虽然我念书没你厉害，但是在玩这方面我比你可强多了。田宝肯定更喜欢我准备的。你昨天已经和田宝混熟了，今天就让哥哥吧。不行，其他的都可以让，田宝不能让。看，田宝要醒了。田宝本来正在梦里大口啃鸡腿，却被小声的争论吵醒了。看着眼前2个一模一样的脑袋，田宝忍不住瘪了瘪嘴。原来他不是在做梦。大哥，你吓到田宝了。明明是你眼睛瞪太大了，才吓到田宝的。田宝不哭，我们离远点好不好？哥哥，抱。二弟，你不讲武德。好了好了，你去拿衣服过来，让你替田宝穿衣服好了吧？这还差不多。田宝来，伸小胳膊，对垒真厉害。伸小腿，田宝咋这么棒呢？田宝，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2哥哥有东西要送给你。对，大哥哥也有东西要送给你。洗漱完，兄弟2人带着田宝来到膳堂吃早饭。双胞胎兄弟一个喂饭，一个擦嘴，又忙又开心，温馨幸福的情景把昨天的种种辛酸痛楚都遮盖了不少。今天让你们休沐1天，你们俩好好陪陪妹妹。真的太好了，二叔你真好，田宝真好。田宝鼓鼓的腮帮子突然不蠕动了，扭头定定的看向叶永孝，大眼睛浮现疑惑。二舅父生病了吗？
田宝，二舅父没事。管家，快去请府医。不用了，娘，上次开的药还没喝完呢，老毛病了，你别担心，你们慢慢吃，我先回房了。张叔，你再去府衙门口贴一张悬赏录，只要有大夫能治好二弟的嗨疾，赏500石。永忠，娘知道你心疼永孝，娘也心疼，但是可急难治。府医已经是整个襄平郡挑选出来的，他尚且无能为力，贴悬赏令估计也无济于事，反而让有心人借题发挥，就得不偿失了。五哥、文哥，你们带着妹妹去祖母院里玩，祖母一会就来找你们，记得小心照看着妹妹，别磕着碰着。知道了，祖母，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见三个孩子手牵着手欢快地离开了，这才重新正视自己的大儿子，眉间隆起了浓厚的担忧。如今夏州朝廷腐败，8成以上的州郡太守都在监守自盗，可在这种举国腐败的风气下，他和小部分的清廉官员就成了贪腐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永忠啊，娘最近老是做噩梦，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早做打算吧。娘，我也想辞官归田，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即使我们归田，这放眼夏州，哪里还有农人的存活之地？罢了，你再为1日，就替襄平郡的百姓坚守1日，即使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叶家的脊梁也能挺得端直。有什么就放手去做，娘支持你，咱全家都陪着你，没什么可怕的。娘吃饱了，我去找孩子们乐呵乐呵。怎么样，大哥？我就说了，田宝不会喜欢你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你偏还不信。大哥哥叫宝。好，大哥哥教田宝，这个其实很简单。等等，田宝，还是先看看二哥哥送你的礼物吧。哥哥是啥？嘿嘿，小鸟。哥哥放了。这可是哥哥费了好大力气才抓到的，很好玩的小鸟，想娘亲。好，二哥哥这就放了小鸟，只要田宝开心就行。二哥哥好，谢哥哥，哥哥放。兄弟俩人看得目瞪口呆，小鸟竟然贴了田宝的耳朵。田宝这是在和小鸟说话。田宝刚才在和小鸟说话吗？没人和自己说话的时候，只有小鸟愿意和自己说话。小鸟是好朋友，可是哥哥们的眼睛为什么瞪得这么大？田宝，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田宝妹妹，叶星文还没来得及说出来，一个小身影欢快地窜进了屋子，是赵梦柔。双胞胎也对视一眼，默契地从各自眼底看到了不喜。关键时刻，她怎么来了？田宝妹妹，昨天是姐姐不好，你才回家不习惯。姐姐不应该大声和你说话的。姐姐以后会和大哥哥、二哥哥一样，对田宝很好，很好的。我们和好，好不好？田宝，有坏人，快醒醒！接上集，田宝的大眼睛望着在和他笑的小姐姐。田宝，我们和好好不好？姐姐有很多好玩的东西，都可以给田宝玩哦。和好是啥？田宝，和好就是梦柔姐姐给你道歉了，要对你好的意思。叶星文没有说话，只是眼神疑惑的在赵梦柔脸上停留了一会。田宝，你原谅姐姐了吗？原谅了，就拉拉姐姐的手好不好？姐姐。田宝不懂为什么昨天还对自己大声说话的人，今天就换了副样子。他只知道姐姐对他笑了，也不讨厌他了，真好呀。二表哥，我们陪田宝玩打雪仗好不好？就在赵梦柔和叶星武说话时，叶星文眼神微闪，清晰地捕捉到了赵梦柔对田宝握他手时稍纵即逝的嫌弃。田宝，你想不想和哥哥姐姐一块玩耍呀？我们去玩打雪仗好不好？大哥，走，我们陪田宝去打雪仗。这个老爷我真的服了。大表哥，我们一起走吧。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看护着你。二表哥，等等我。雪地里你追我打，笑闹尖叫声充斥满府。看着田宝把两个哥哥的视线全吸引走了，赵梦柔脸上漫上嫉妒。田宝，姐姐也来砸你了哦，快躲开！哎呀，疼！赵梦柔，你手里有没有轻重？看你把田宝砸成什么样了？对不起，田宝妹妹，
姐姐不是故意的，姐姐是不小心的，姐姐给你呼呼呼呼就不疼了。不玩了不玩了，免得又弄伤了田宝。好玩，不哭，姐姐笑。姐姐不是故意的，田宝不生气的。比起坏奶奶打的痛，这点点疼田宝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田宝不想哥哥姐姐不开心，田宝不怪姐姐了，太好了，田宝真乖。一旁的叶星文却细腻如他，明白田宝是忍着疼逗大家开心。田宝的懂事让人心疼。再看向赵梦柔，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小表妹很讨人厌。二表哥，算了，我们不玩打雪仗了，我怕又不小心伤着田宝妹妹了。我们玩躲猫猫吧，这比较安全。叶星武主打的就是一个陪田宝，很干脆的问田宝：田宝，你想玩躲猫猫吗？好玩。二表哥，你最厉害，我们先躲，你来找好不好？我数30声，你们快去躲。田宝要躲好哦，不要一下就被找到了。1、2、3。田宝妹妹，姐姐带着你一起躲。还是我带田宝躲吧。哼！看着走开的两人，赵梦柔委屈的跺了跺小脚，心中对田宝的恨意又加了几分。田宝躲好了吗？二哥哥来找你喽。田宝躲猫猫就是要让二哥哥找不到，你出去一下就被找到了，就不好玩了哦。二哥哥急。被我找到了吧？田宝，你要是不出去，二哥哥找不到我们就会投降，这样我们就可以罚他给田宝骑马马了。骑马马，原来二哥哥找不到自己，还可以骑马马。都怪自己没听大哥哥的话。星文哥哥，轮到你找了。大哥哥找。叶星文有些不放心田宝，而赵梦柔却不动声色地牵起了田宝的小手，先跑一步。叶星武见状怔了怔，随后也赶紧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田宝，这里非常隐秘的，你藏在这里不要出来哟，这样大哥哥一定找不到我们的。要听姐姐的话哦，到时候姐姐的好玩的都给你玩，好不好？好，听话。田宝真乖，我就藏在你旁边的洞里哦，你不要喊姐姐，不然一下就被大哥哥听到啦。你们在这里干嘛？孩子们呢？小主子们在玩躲猫猫。祖母，田宝不见了，梦柔妹妹也不见了。什么意思？田宝怎么会找不到了？叶星文虽然慌张，却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抽泣着说出了原委。听完后，江丰年的脸上变得苍白。离妹妹躲起来有多久了？有1炷香了。立刻通传府里所有人，掘地3尺也要找到田宝。要是田宝有个闪失，我饶不了你们。田宝没有找到，家丁却在偏院里找到了赵梦柔。江丰年带着双胞胎赶过来的时候，赵梦柔正揉着惺忪的双眼，满脸疑惑地回答家丁的话：我们在躲猫猫呀，大哥哥太笨了，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梦柔都等睡着了。田宝妹妹呢？她是不是早被找到了？梦柔，五哥说你牵着田宝躲的，她在哪？冰冷的声线让赵梦柔心里涌上很多的委屈。她和田宝同时不见了，为什么江奶奶一点都不着急找她，反而对她这样冰冷？心里委屈的淌酸水。江奶奶，田宝还没出来吗？我知道他藏哪里了。田宝妹妹，快出来吧，江奶奶都着急了。田宝呢？田宝刚刚就一直藏在这里的呀。江丰年看着空空如也的破缸和近在咫尺的茅厕，脑海瞬间冒出的设想让他心口一滞，不好。娘，我们在玩躲猫猫，可田宝妹妹不见了。都怪我。不怕不怕，府里这么大，田宝肯定是迷路了，一会就找到了。你们最好祈祷田宝没有事情。伯娘，田宝找不到，我也很着急。可是梦柔也才4岁，她也是无心之失啊。我现在就带梦柔去找田宝，找不到田宝，我们就不回来了。哼，把苏夫人和梦柔小姐请回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们出来。姐夫，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也想不到，为了一个臭丫头，叶家人竟然毫不犹豫的就要和自己撕破脸。管家立刻派人兵分2路，一路去通知封锁城门，一路去营房调300精锐，沿着叶府周边找，任何可疑的人都不要放过。剩下所有人每人负责一个院子，任何边边角落都不要遗漏，特别是茅厕、水缸这等危险的地方都要仔细排查。田宝，有坏人，快醒醒！田宝努力睁开眼睛，四周黑漆漆的一片。田宝虽然小，但是他知道自己要是被坏蛋抓走了，就再也见不到姥姥他们了。他不能被坏蛋抓走，他想和姥姥他们在一起住。他凑近麻袋，小声和小麻雀说：找大哥哥，
大哥哥和姥姥会来救田宝吗？你知道田宝在哪吗？求求你带我找到田宝好不好？三叔，我知道田宝在哪。在哪？我就是知道，你跟我走就好了。姓文，关键时刻你就别添乱了。三叔要去城门亲自守着查才放心。永礼，等等，星文，你说你能找到田宝？祖母，田宝可以和小鸟说话，你看天上的麻雀等着带我去找田宝，孙儿不骗你的。江丰年浑身一震，下意识抬头望向天空，果然一只小麻雀在天空不停地画圈盘旋，叽叽喳喳的声音透着焦急。他神色凛然，望向叶永礼，老三，快去备马车。妹妹，回去收拾一下细软，今日便离开叶府吧。接上集，当叶府因为田宝丢失而人心惶惶的时候，叶母却带着双胞胎和叶永礼跟着小麻雀一路飞奔。另一边的田宝不哭不闹，竖起耳朵，专心地听着外面的声音。呀，是三舅父的声音。姥姥说，只要田宝喊救命，就一定会来救自己。他们会听到吗？救命，姥姥！救命，哥哥！救命，姥姥！救命，姥姥！救命！老三，快追上那个板车！田宝，别怕，三舅父来救你了。田宝感受到熟悉的怀抱，憋了许久的眼泪大颗大颗的砸落下来。这一次，他忘了用小嘴去接泪豆豆，任由他们挂满了小脸蛋。田宝，姥姥看到江丰年，田宝的委屈彻底爆发，哭得更凶了。姥姥没骗人，喊救命真的有用啊！怪姥姥，都怪姥姥啊！以后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绝对不许田宝再离开自己的视线半步。娘，外头冷，田宝又受惊了，我们先回府吧。田宝，大哥哥错了，大哥哥没有照顾好你，你打大哥哥吧。哥哥不哭，田宝错。田宝，福寿院此时门口正跪着几人。回来后的叶星文也耷拉着脑袋，主动的跪在了弟弟身边。田宝不用跪。田宝错，陪哥哥。好在田宝没有事，就算爹要打自己100板子，自己也心甘情愿。老大，今天的事你来决断。说着就坐到了太师椅上，忍下了想把田宝拉起来的冲动。两个孙儿对妹妹肯定没坏心，但是却没有尽到兄长职责，差点让她被拍花子掳走，不可轻笔带过。田宝虽然人小，但是难得有担当，还萌生了有难同当的手足情，亦不可轻易破坏。先把苏夫人母女请过来。苏玉莲愧疚难安地垂了垂眼眸，她心里很清楚，田宝被拍花子轻易掳走，绝非意外。自己这个妹妹真是太糊涂。为什么她没丢？田宝，你没事太好了，都怪姐姐，是姐姐没有看好你。梦柔表妹，确实怪你，你到底把田宝带到哪里藏起来了？叶星文的动作和话语让所有人都心中一惊。他的性子人人皆晓，小小年纪就冷静自持，做事进退有度，很有章法，比同龄人成熟稳重的不是一星半点。可这样的叶星文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质问赵梦柔，难不成是赵梦柔刻意把田宝弄丢的？大表哥，梦柔是错了，可是梦柔也不是故意的，我把田宝藏好就躲了起来，我也不知道田宝会自己跑到外面去啊。是啊，文哥儿，虽然是梦柔带着田宝藏的，但是田宝自己也长脚了呀，他自己乱跑，梦柔也拦不住，是不是？田宝是妹妹，梦柔也是妹妹，你护着田宝没错，但是也不能这样怀疑梦柔吧？哼！田宝仰头看了看大哥哥委屈又倔强的面色，又看了看一脸笑的苏玉腿，突然想起了坏二婶打自己的时候也会笑，这个坏婶婶在欺负大哥哥。不准欺负哥哥！哎呀，我的天哪！姐姐让宝藏动动，宝很乖，宝没动。姥姥知道田宝乖，不怪田宝。不怪哥哥。小团子的维护让叶星文和叶星武心里一软，眼底都闪烁着炽烈的保护欲，仿佛现在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全数给田宝，他们都会心甘情愿。姥姥知道，也不怪哥哥。你们先起来吧。嘿嘿嘿。你把妹妹藏在府外的狗洞里了，是不是？娘亲，梦柔害怕，江奶奶变了，变得自己不认识了，
这是为什么？伯娘，田宝丢了我们也担心，但是你逼问梦柔是什么意思？他才4岁半，能有什么坏心思？你们不要把自己的风吹草动凌驾在我们母女身上，好不好？哼，孩子心思偶有歪斜很是正常，只要大人循循善诱，皆可以矫正。就怕大人非但不矫正，反而推波助澜，酿成大祸也不足为奇。今天的一切因何为甚，其实昭然若揭，但我不想当众揭穿。原因有二：一来田宝所幸安然无恙；二来玉莲人品贵重，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叶府是万万留不得你们母女了。之前不知道永和有孩子，叶家人都把梦柔当成亲闺女在疼。田宝的出现，梦柔因为家人的变化，心里有落差。如果苏玉翠够聪明，就会给赵梦柔分析清其中的利弊。但昨晚的晚膳间，江丰年就看出了赵梦柔想争宠的心思，罚他们母女单独用膳，就是为了给了苏玉翠反省的机会。可从今天发生的惊险来看，苏玉翠对田宝的嫉妒之心，或许比赵梦柔更甚。留着这样的人在府里，就是时时刻刻威胁田宝的安全。为田宝，他也顾不得大儿媳的面子了。妹妹，回去收拾一下细软，今日便离开叶府吧。大姐，你也觉得是我和梦柔故意弄丢了田宝？伯娘，我对天发誓，今天田宝走丢绝对是个意外，不然我就……突然，从屋外飞进来一群麻雀，对着苏玉翠和赵梦柔的脸就啄了下去。救命！姐姐，快派人赶走这些鸟雀！不准打小鸟！挥舞双手的赵梦柔抓住了一只鸟雀，没做多想就摔倒了地上。鸟雀受了重伤，无力的在地上抽搐着小身子。田宝的大眼睛瞬间红了。小鸟走！田宝伸着小手努力的驱赶着鸟雀，鸟雀竟然听话的全都飞走了。他又急急的看了眼地上的抽搐的小鸟雀，伸手就把它捧了起来。同时间，江丰年也抱着他来到了里屋。所有人都出去。屋里，田宝正小心的把泪豆豆喂到小麻雀的尖嘴里。江丰年虽然舍不得田宝落泪，但是他知道田宝更希望麻雀能活着。乖鸟鸟，张嘴啊！田宝的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麻雀，看着麻雀听话的张开嘴，江丰年心中惊雷阵阵。眼泪可救人，又能得鸟雀的相助，自己这个小外孙女绝对不一般。大姐，离开叶府，你让我们孤儿寡母该怎么活啊？为了一个没有任何血缘的丫头，你就要置亲妹妹和亲侄女不顾吗？玉翠，到了这步境地，你还这么糊涂，走到这一步，实属活该。见姐姐竟然不再联系自己，苏玉翠眼神闪烁着恨意，忍着心疼掐了赵梦柔一把。姨母，梦柔不想离开，姨母原谅梦柔好不好？梦柔会对田宝很好很好的。你千不该万不该，尽起了让梦柔取代田宝的心思。这次我不能留你，也不敢留你。叶府在城南有个小院子，一会我会让管家送你过去。你带着梦柔先住一段时日，好好反省反省。等过了年，我再找机会和婆母求情，看能不能接你们回来。眼下你要再继续纠缠，只会让婆母愈发不喜。我言尽于此，你自己好生思虑。苏玉翠亲自送他们母女出了府，叹了口气，准备转身进府。路上却传来一阵喧闹，民有兵戈之声。你们俩赶紧去通知大人和老太太，就说有陌生兵马来袭，速度要快。什么？有兵马过来？三弟，你去通传二弟和母亲。如果我猜的不错，叶府有难了。说完，他就跌撞着坐到了椅子上，整个叶府的顶梁在他瘫软的这一刻塌了。得到消息的江丰年身形微微踉跄，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过。他望向田宝，小团子就回了小麻雀，小麻雀正围着他飞，逗得他咯咯欢笑。江丰年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大儿子在一众奸佞中始终坚守初衷，保持清廉，他早就做好了大难当头的准备，并没有什么惋惜害怕的。只是田宝刚回家，刚享受了2天的好日子啊，他怎么忍心让小团子前苦刚尽，又跟着遭受塌天大祸？田宝，你想不想和姥姥玩躲猫猫啊？不好玩。抄家丰府接上集，江丰年心里刺痛，但是面上却露出失望。哎，姥姥这把年纪还没有玩过躲猫猫呢，真想玩一次呀。
此话一出，叶永礼的鼻子就微微酸了起来，但他还是笑着配合母亲。田宝，我们就陪姥姥玩一次，就玩一次行吗？我们就在姥姥的院子里躲好不好？好，陪姥姥。姥姥对宝很好很好，就是陪姥姥玩一次躲猫猫的，不怕不怕。田宝快去和三舅父躲起来，姥姥开始数数了哦。三舅父知道一个很隐秘的地方，走，三舅父带田宝去躲。他说着就把田宝带到了江丰年的房间，只见他掀开了一块地板，下面竟是能容纳4、5个人的浅坑。田宝藏在里下，三舅父藏大箱子里，姥姥一定找不到我们。田宝真乖，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发出声音了。田宝在叶永礼的手抽回去的瞬间，小手握住了他的手，认真又小心翼翼问叶永礼：三舅父不骗田宝，小姐姐说让田宝乖乖的蹲着不要动，田宝听话了，可小姐姐骗了田宝，田宝差点就见不到姥姥和舅父了。三舅父也让田宝不要动，三舅父会骗田宝吗？三舅父永远不会骗田宝的，田宝可以听三舅父的话。田宝听话。要是田宝馋了饿了，可以吃点心。记住，这是三舅父奖励给田宝听话的钱。田宝以后要是肚子饿了，可以随便花这个钱买好吃的，这些钱可以买板车的肉包子。三舅父知道田宝聪明，一定不会被坏人骗走这个钱的，对吗？田宝觉得三舅父怪怪的，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看着男人一脸认真的模样，还是用力的点了点头。不给坏人。叶永礼这才放心了下来。他将地板盖上时，心口像是被生生撕开了一样疼。这个板子很轻，如果过了很久很久，姥姥还是找不到我们，田宝可以自己这样推开出来，记住了吗？田宝记住了。这里黑，娘亲陪着田宝，田宝就不害怕了。说完就将地板盖好，田宝抱紧了娘亲，害怕的闭紧了大眼睛。丰田称运，皇帝诏曰：检察使想平郡太守叶永中贪墨税粮，中饱私囊，更有忤逆上官、大逆不道的言行，罪孽深重，不可轻柔。特抄家流放至3000里外的荒江，若即刻启程，来年3月前必须到荒江官府处登记造册。钦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抄家不可怕，流放亦不可怕，可怕的是两袖清风的一郡父母官，因为这子虚乌有的降罪，顷刻间成了遗臭万年的贪官。叶大人还不解之？臣领旨谢恩。抄家、封府、摘首饰、脱外衣。大人，数9寒冬，脱了外衣，就是夺了我身后妇孺孩童的命了。能否宽恕我叶府妇孺孩童不脱外衣？别废话，快脱！叶永忠眼神深沉下去，任由2个弟弟将自己扶起来。一阵混乱的声音传来，田宝猛地睁开了大眼睛，竖起了小耳朵。不是姥姥和三舅父的脚步声，好多坏人。呸！这老太婆房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咱哥几个想私藏一点都没机会。不准动姥姥的东西。田宝盯着凶神恶煞的官兵，小手无意识地摸上了头上发烫的翎羽。那是姥姥衣服，那是姥姥头上戴的漂亮珠珠，那是姥姥的，都是姥姥的。田宝大眼睛紧张盯着官兵们的手，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想护着的东西都悄然不见。奇怪，刚才地上还丢了很多东西，怎么突然不见了？你快看！哎呦我去，这屋子有精灵啊！有坏人，救姥姥！田宝将娘亲紧紧地抱在怀里，蠕动着小身子往外挤，可是抱着娘亲他挤不出狭窄的缝，急得都要哭了。救姥姥，要娘亲！娘亲！哎呀！娘亲不疼。哇！都是姥姥的东西。小团子像是搞懂了什么，只见他摸着头上的翎羽，大眼睛只要是看过的东西，竟然都不见了。姥姥的东西谁都不能抢，不准动大舅父和大舅母的东西，不准拿哥哥的东西，不准动这个家里任何东西。手里的东西凭空没了，刚准备去拿的东西也转瞬消失。官兵们被这一幕幕吓得人心惶惶，再也没了搜查的欲望，赶紧3、5成群的逃窜出去。姥姥他们呢？被坏蛋们抓走了吗？叶大人冤枉啊！叶大人一心为民，
凭什么抓叶大人？叶大人是好官，放了叶大人。哼，叶家人是罪犯，阻扰罪犯流放，杀无赦。大家快散了吧，小心伤着自己。大家伙的好意，我叶永忠永远铭记在心。我不悔做这个襄平郡太守，不悔。叶永忠被朝廷撕裂的赤子之心，在拥护他的百姓手里一点一点缝补起来，热血回溯到冰冷的胸腔，沸腾却又无力挥洒的憋屈让他红了眼眶。不要枉杀无辜造孽，全当给你们的父母孩子积积德吧。姥姥、姥姥、大哥哥、二哥哥、三舅父，姥姥说了，只要保呼喊，他们就一定会听到的。姥姥、姥姥、姥姥。叶永忠赶紧拉着田宝走到围观的百姓前面，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明白过来的叶家人也纷纷上前跪在了叶永忠身边，江丰年也不例外。姥姥。江丰年恍惚间好像听到了田宝的声音，他担忧地望向老三。叶永礼虽然点头，可他的眼神里也是不确定，田宝会不会碰到官差，会不会被官差吓哭？看什么看，快走！官爷，我婆母离乡情切，烦劳你通融片刻，让他老人家同襄平郡道个别好吗？你竟然敢私藏银票，不想活了？官爷，若不是我留一手，此刻也孝敬不了您，您说是吧？给你一炷香时间，要和谁交代什么？方块！叶家人立马围到了老太太身边，大家都知道老太太在担忧什么。妹妹梦柔，原来是苏玉翠躲在人群里看笑话，却被苏玉莲发现了。她拉着赵梦柔转身就想走。妹妹，我有东西要交给你。有东西？是啊，叶家全家被流放，自己是苏玉莲唯一的亲妹妹，若他们还有什么贵重物品，也只能交给自己了。妹妹，叶府现在举家被抄，只剩田宝一个人孤苦无依，你我姐妹一场，你能否替我收留田宝？只需要给他一口热饭，一处遮风避雨之地足矣，好吗？苏玉莲眼神哀求地看着自己妹妹，将希望都放到了这亲人身上。田宝才2岁半，他这么小，没有家人看护，怎么存活于世？什么？姐姐，我一个寡妇带着梦柔讨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多一个孩子还怎么活？不过要是手中银钱充足的话，我可以咬咬牙把2个孩子养大成人。耳朵凑过来。拿着钱好好待田宝，如果你违背姐姐这唯一的嘱托，生时我会日日诅咒你和梦柔，死后也要化作精灵回来讨伐。江丰年将儿媳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心中雷鸣过后只剩下感动。平日里只觉得这个儿媳娴静温柔，持家有道，是需要人保护的小白兔，没想到危难之际坚韧尽显。人和人终究是不一样的。姐姐，你竟然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此诅咒亲妹妹和亲侄女。别怪姐姐心狠，姐姐这一去必定命不久矣。叶家待你我都不薄，能护着田宝长大，也算你我姐妹对叶家的唯一回报。其二，家父家母一生忠厚善良，身为他们的孩儿，一定要秉承他们的为人之道。你若还认我这个姐姐，就好生按我说的去做，姐姐不会害你。我知道了，但是田宝，此后我恐怕无法将他和梦柔等同以待。如果伯娘愿意替田宝下跪道歉，这件事就翻篇。日后有我和梦柔一口吃的，就少不了田宝一口。苏玉翠，赵梦柔为什么会这样，你不知道吗？你这就是趁人之危。哼，不管什么原因，梦柔没有伤及田宝分毫。梦柔受伤却是事实，伯娘不道歉也行。可你别忘了，叶府被抄家，钱家势必会被放出来。你们一走了之，他们所有的怒火都会转嫁到田宝头上。你们以为把田宝留下，他就能苟且偷生，会活下去？做梦！现在只有我能保证田宝的安危，时间不多，你们自己思量清楚。你们快点的，最多1盏茶，立刻出发。娘，不要听他的，就算你跪了，他也不一定会允诺。哼，伯娘只要跪了，我看在姐姐的面子上，也会养育田宝。我跪。我替田宝向梦柔道歉，你满意了吗？你跪不算数。我替田宝道歉，希望你信守承诺，抚养田宝成人。将死之身再无自尊可言，就算有自尊，为了田宝也尽数可丢。坏蛋，不准欺负姥姥，不准欺负大舅母。苏玉翠刚露出满意之色，一个小身影猛地纵过来，抱住了她的手，狠狠咬下。田宝，
看清小团子的身影，江丰年满是心惊。刚才他不是幻听，当真是田宝出来找他们来了。乖宝，快松口！哼，不知好歹的白眼狼，干什么？都住手！怎么的？想造反是不是？姥姥，不丢田宝。稚嫩的话语清脆显耳，江丰年捂田宝的嘴不及，眼泪夺眶而出。让开！坏蛋，不准欺负家人！大人，这是我们替过世外妻收养的孩子，不在叶家族谱之内，你容我片刻，我找个人托付好了，即可出发。哼，是真多。颁盏茶后，即刻出发，不得延误。叶永忠赶紧拉着田宝走到围观的百姓前面，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明白过来的叶家人也纷纷上前跪在了叶永忠身边，江丰年也不例外。父老乡亲们，叶某任襄平郡太守4年，自诩克己自守，一心为民，从未懈怠。如今虽落得这般境地，但是早有预料，我叶某不悔也无憾。我的2个儿子不曾亏待于他们，危难之际自当同父母共患难，虽有心痛，但尚能接受。可田宝不一样啊，这是我妹妹的孩子，我妹妹因何走失，又苦找了妹妹多久，相信大家都有耳闻。眼下妹妹只留下了这一丝血脉，就是我身边的孩子，他叫田宝。田宝2岁之前不知饱暖，日日受苦，苟延残喘，活到今日，好容易才被我们找到接了回来。可刚接回来3天啊，他才刚吃了3天饱饭，穿了3天暖衣，享受了3天的家人疼爱，就又要失去一切。如果有人愿意看在我这么多年一心为民的份上，帮我们将田宝抚养长大，我叶某来世当牛做马也必当报答。叶大人，使不得，快快请起。要不是你，我们一家8口早没了。如果你不嫌弃我，我愿意替你养着孩子，有我们一口吃的，绝对饿不着他。对，我也愿意，我们家人口少一点，绝对能让田宝吃饱穿暖。俺也一样。叶某谢谢大家，谢谢。叶永忠满脸动容感激，眼睛扫了一圈，锁定了一个眉眼和善的妇人，准备拉着田宝上前。不丢田宝，田宝乖，听话。田宝乖，大舅父不是要丢下田宝，舅父们是被派到地里干活，等干完了活，大舅父就会接田宝。田宝先跟这个婶婶住几天，好吗？乖宝，大舅父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接田宝，田宝不怕呀。被叶永忠选中的妇人赶紧上前，面上是努力堆到最和蔼的笑容，伸出来的手也透着小心翼翼。田宝，大舅父有事要干，婶婶只是暂时照看你，大舅父会回来接你的，婶婶会对你很好很好的，田宝不怕。不，田宝跟姥姥，田宝能干活。时间到了，整队快走。江丰年咬牙望向妇人，妇人会意，赶紧上前把田宝紧紧地抱在怀里。叶家人决绝地扭头排队，缓缓出城，不敢再看田宝一眼。姥姥，舅父，田宝乖，田宝干活，不丢田宝，听话，不丢田宝，哥哥抱。田宝眼见着叶家人走出城门，城门将关，田宝僵了一瞬，抱着妇人咬了下去。田宝错，婶婶，田宝错。没事没事，婶婶不疼的。姥姥，舅父，等。叶家人早就听到了动静，泪眼朦胧地看着小团子朝自己奔来。叶兴文再也忍不住了，不顾大人嘱托，扭头奔向田宝。傻丫头，和我们走，很苦很苦的，和婶婶走才是甜的。田宝吃苦的。干什么？快回队里来，赶紧把这个孩子丢了，带着他耽误行程，误了老子的差事，你们可担不起。田宝使不得，要是得罪了他，田宝就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田宝不咬人。官爷，求你通融通融，让我们带着孩子吧，我们保证绝不耽误行程。官爷，求您通融，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赶路吧。小娘子，你挺会留后手吗？说，还有哪里藏了银票？不说我就把你衣服脱光再检查。这张银票已经是最后一张了。哼。官爷，我们身着单衣被流放，多半没命到荒江，横竖是个死。如果你有想法，我们不介意拼死一搏，临死拉个垫背的，不吃亏。唉，不想理三舅父，可三舅父是家人，田宝要听家人的话，不想理要听话，不想理要听话。接上集，叶永礼的突然爆发，让官差头子意识到这家人是硬茬。虽然有点心虚，但还是强撑着对上叶永礼。你们这是违抗差令，即使活着到了荒江，我一句话，你们也会有吃不尽的苦头。哟呵，我们是流放官员，不是不明事理的土匪，
只要官爷照规矩办事，我们绝对不惹事。但若官爷觉得我们成了犯人，就可以随意欺凌，那也是绝无可能的。都自身难保了，还带着拖累，你们自己不嫌累，我也没意见。但是一天最低要走30里路，绝不能延误。快走，天黑之前必须到千峰岭。叶家人这次没有反抗，顺从的走成纵队。田宝听话，雪地里冷，田宝小腿腿又短，走不快。三舅父给田宝骑马好不好？田宝绷紧了小脸，扭头不看叶永礼，明显是生气了，很生气，很生气的那种。三舅父骗人，田宝差点就见不到家人了。田宝，是姥姥的错，姥姥不该和田宝躲猫猫的。三舅父孝顺姥姥，不敢不听姥姥的话，你别怪他好不好？让三舅父背着走好不好？不然一会走慢了，官差大人就不让乖宝跟着我们一起走了。快点走，别磨蹭。二舅父背，大舅父背，二舅父生病了，肯定背不动田宝的。乖宝，大舅父、二舅父都被锁住了，都背不了田宝。三舅父错了，三舅父背着田宝，随便田宝怎么打三舅父好不好？不，三舅父骗宝，宝害怕，骗宝。说着，大眼睛长出泪水，小嘴瘪了瘪，扭回头不肯看叶永礼。刚才找不到家人，田宝好害怕，好害怕。田宝有姥姥有家人，田宝再也不想一个人了。不要，三舅父，田宝，挤挤走。寒风瑟瑟，雪路无头。二舅笑。干什么？快走！装什么装？给老子起来！继续赶路。哟呵，可以呀！老三，别傻站着，我们叶家人守规矩，但不守死规矩。别过来，我二哥咳血了才停下来。要是你们容我们休整片刻，我绝对不会动手。二舅父也会变成小木牌吗？不要，虽然娘亲睡在小木牌里也能陪着田宝，但是娘亲再也不能喊田宝乖乖，再也不能抱田宝了。宝不要二舅父也变成小木牌。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哎呦我去！哪里来这么多乌鸦？叶家人齐齐看向叶永孝脚边的小团子，个个瞳孔地震。前有麻雀带人找到田宝，后有乌鸦鸟雀攻击苏玉翠。这一次乌鸦攻击官差一定也是田宝的原因，因为他们刚刚听得很清楚，官差攻击过来的时候，田宝哼起了不知名的调调，随后乌鸦就空降而出了。二舅父，二舅父不怕，田宝救。说着，田宝就伸出手指头，把坠落的泪豆豆小心地接住，喂到叶永孝的嘴巴里。江丰年眼底一亮，瞬间反应过来，田宝的眼泪可以救人。虽然不忍心小团子流泪，但是事急从权，他更希望儿子能活下来。田宝，不要哭，田宝在救自己。田宝的眼泪可以救人。乖宝，二舅父不难受了，不用喂了，不哭了好不好？不疼了。软乎乎的奶音带着不确定和小心翼翼，让叶永孝眼底瞬间湿润一片。二舅父不疼了，田宝不哭了。真不疼。我可以站起来。看，二舅父全好了，田宝可以不哭了吗？田宝怔了怔，大眼睛忽闪着小心翼翼，再次确认。真不疼了。不疼了，二舅父一点都不疼了。田宝棒。清澈的眼睫还湿漉漉的，但是小奶音却带着欣喜和一丝小傲娇，和家人在一起，雪地也变得暖洋洋的呢。相比叶家其他人对田宝异于常人的惊喜和激动，江丰年心里却喜忧参半。田宝接连救了叶家2条人命，可这世上之事都是因果循环的，不可能一直于求却不付出代价。小团子这般失利，孱弱的小身子会不会遭受什么反噬伤害？又或者某一天会突然遭受什么劫难，以此偿还今日所得？江丰年看着眼前不是任何金钱权势、暖屋肉糜能带来的欢乐，稳下心神。也罢，今日小团子护叶家一分，以后有什么不利于小团子的，叶家人一起替他扛便罢了。心思成明后，江丰年望向小团子的眼神，纯粹的只剩下宠溺。他的宝是天赐给叶家的小福宝，不能让外人把他当妖孽抓走了。乖宝，你想和姥姥家人们一直在一起不分开吗？不分开。瞧，那几个坏蛋要跟着我们很久很久。田宝能和小鸟说话，还有泪豆豆能救人的这些事，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不然这些坏蛋就会把田宝抓走，藏到姥姥和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明白了吗？悄悄的，听话。
那田宝以后无论要做什么，一定要提前和姥姥或者舅父舅母商量一下。就是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告诉姥姥和家人们的意思，能明白姥姥的话吗？江丰年循循善诱着小团子，田宝不懂人心险恶，他的与众不同得全家人一起守护着才行。叶家人明白老太太的顾虑，也都目光灼灼地看着田宝。田宝想嘘嘘，行吗？行，当然行。田宝不明所以，也傻乎乎的跟着裂开小嘴笑。原来田宝听话，家人们都这么开心呀！田宝以后会更听话的。刚才才答应姥姥要听家人的话，转身就不听了。三舅父不是田宝的家人吗？不想理三舅父，可三舅父是家人，田宝要听家人的话，不想理要听话，不想理要听话。姥姥他们带着枷锁抱不了乖宝，三舅父抱着你，要听家人的话，知道了吗？哼，田宝听话了，但田宝还是不想理三舅父。三叔被妹妹嫌弃了，呵呵。我亲亲妈妈，我抱抱妈妈，感谢妈妈把我辛苦养大。我亲亲妈妈，抱抱妈妈，我是妈妈心中最美的花儿。接上集，另一边的几人久久不能平静。想到刚才在城门口的那一处，难道叶永忠一心为民，不仅百姓拥戴，就连哒哒哒都会哒哒哒他们？哼！果真，这群乌鸦是在保护叶家人。如果不是哒哒哒在庇佑，那就是老天有眼，知道我大儿叶永忠一心为民，从无私心。虽然不能阻止朝廷的降罪，但是也在想法子庇佑着我们一家。谢苍天庇佑！谢苍天庇佑！官爷，虽然我们是朝廷流犯，但是我们一家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并无半点亏心之处。这一路我们也会尽力配合赶路，所以还请官爷体恤一二，不要事事必究。这也是考虑你们的安危呀。哼，继续赶路。叶家人松了口气，队伍重新在雪地里缓慢地行进起来。雪路一直延伸至天边，好像永无尽头，寒风越刮越猛。娘，我好难受。娘，我也实在走不动了。艰难地走了出10几里路后，双胞胎冻得显见是发热了。累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无孔不入的寒冷。姥姥、哥哥、舅。田宝听话，我们没事。本来官差就起了疑心，现在绝不能让田宝暴露，更何况没有冬衣御寒，就得了一时，还能指望田宝一路流泪来救他们吗？星文、星武，田宝很担心我们，他会哭的。再坚持一会，还有一半的路程就到千峰岭了，就可以歇脚了。如今田宝是大家支撑下去唯一的信念。田宝泪眼汪汪地看着艰难行走的家人们，努力地忍住不哭。他虽然小，但是依然能感受到家人们的难受。小团子心中胀满恐惧，小嘴一瘪一瘪地哼唱起娘亲教的歌谣。我亲亲妈妈，我抱抱妈妈，感谢妈妈把我辛苦养大。亲亲妈妈，抱抱妈妈，我是妈妈心中最美的花儿。官爷，快进来暖和暖和。把他们关押到柴房，明早卯时再赶路。哥哥、姥姥、舅，乖宝，救救哥哥和舅母吧。可以了，乖宝，缓一阵，舅母和哥哥们就能醒过来了。姥姥看起来也生病了，可是眼泪还不够。哎呀！田宝，你干什么？姥姥，烟，有宝在，不怕。姥姥的乖宝。这一刻，田宝觉得自己的眼泪好厉害，一想到只要自己在，家里人就都不会有事，小小的心里就好踏实好踏实。傻妹妹，下次不许这样了。傻宝很厉害。田宝，下次可不许这么对自己了，三舅父会心疼的。不报，三舅父放。田宝，你就原谅三舅父吧，三舅父知道错了，你不原谅我，我就不松开。田宝反抗的小脸僵了僵，小小的眉头聚拢了，嫌弃。好嫌弃，怎么办？不想理，
在线等，好着急。三叔，赶紧松开妹妹，她都嫌弃你了。哈哈，三叔，你现在的样子，要是被那些害怕你的人看到了，大牙都得笑掉了。谁说小孩忘性大好哄的？田宝简直就是一头记仇的小酱牛。抬饭，抬饭。这饭菜稀稀拉拉的混在浑浊的油汤里，明显就是吃剩下的泔水。叶家人屈辱不甘，多么讥讽啊！那些哒哒哒在桌上大鱼大肉，他们一门忠良，眼下却只能靠猪食活命。吃饭饭，吃饭饭。哇，有肉肉，有肉肉。这发自内心的奶脆欢呼，将叶家人的屈辱不甘抨击的708八碎，震惊、心疼、惭愧齐齐涌上心头。田宝以前肯定是日日靠泔水活命无疑了。开饭喽，老三，把里面的肉和好的都挑出来，先给3个娃吃。大哥哥吃，香香。叶家其他人忍着心酸复杂，一人一口的分享着吃起来。饶是泔水，也只给了小半桶，3个娃吃了个半饱，叶家大人连3分饱都没有。嚼吧，多少能哄哄肚子。大哥娘，你们也都将就着吃点吧，明天走山路还好点，能顺手薅点干草树皮啥的混肚子。要是走官路，这一路好几百里，可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指望有东西填饱肚子了。老三说的对，从现在开始，只要能入口的都尽量的吃下去，能活一刻是一刻。田宝，你的牙嫩咬不动，三舅父给你嚼碎了，快吃吧。你可以不理三舅父，但是这个要是不吃就得饿肚子。小奶团看着黑黢黢黏糊糊的一团，小小的眉头皱的连成了一条线，小手撑着身下的草堆，屁股直朝后面顾涌，快速的和叶永礼的手拉开了安全距离。哎，2岁半的田宝比大哥还难哄，不吃算了。丢，快丢！宝，给果果。这个。田宝，这苹果哪来的？不怕不怕，这里只有家人，田宝可以说的。宝，很多果果。婆媳俩对视一眼，震惊几乎要掉出眼眶来。田宝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神奇的秘密？而得到允许的田宝忙活开了，不亦乐乎的把空间里的果果搬出来。甜，好吃，带舅父吃，看宝，啊呜，哇哇，甜果果。回过神的众人赶紧收敛震惊和复杂，大口大口的啃起果子来。一口下去，大家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震撼。吃快些，免得被发现。宝还有果果。乖宝，我们吃饱了，这些果核不吃的话，被坏人看到了会打我们。江丰年赶紧耐心的解释道。田宝歪着脑瓜理解了一会，然后恍然大悟的点头，小手薅住了凌雨，然后放宝出去，要舅母。田宝，大舅母和大舅父要过一床被子，你过去他们不够干。接上集，田宝在明白了姥姥的顾虑后，将吃剩的果核全都收进了空间里。这一幕又吓坏了叶家人。妹妹是小仙女。这里很多果果。这是凤凰的羽毛。大家一定要缄默于口，切勿让外人看出半分异样。乖宝，藏好，万不能被坏人看到了。你们也要牢记祖母的话，保护好田宝的这些秘密，明白了吗？宝，藏好。孙儿都明白。都靠过来吧，我们挤一块睡觉，这样能暖和些。夜色已经降临，寒风呼啸的越发猖獗狰狞。娘，好冷。二哥哥，冷。宝，有被被。乖宝，你是说有被子和衣服吗？宝有很多。拿布，姥姥的手好冰好冰，她一定很冷很冷吧？刚刚听到二哥哥说冷，还听到了牙齿发颤的声音。田宝冷的时候，小牙也会忍不住打架的。娘也给宝哈过气，可宝还是很冷。叶家人震惊之余，升起浓厚的希望。小奶团竟然连被子都有，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乖宝，你告诉姥姥，给我们拿果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疼？大家明白老太太为何做此问，呼吸声都放轻了。虽然田宝有些神通，但是他们也不能予取予求。如果对小奶团有伤害，他们宁愿冻着。脑袋疼。江丰年心里一紧，果真，田宝为他们做的那些事都是有反噬的。果果大，炸的疼。宝笨，
太近。果果很乖的，宝看中哪个就会乖乖掉下来，就是宝太近，掉下来砸到了脑袋，到现在还很疼呢。妹妹，你被果子砸到头了吗？砸头了，很疼的。姥姥呼呼就不疼，其实宝早就不疼了，可姥姥问了，怎么又开始疼了呢？姥姥摸一下，会好得更快吧？宝好了，拿贝贝，哥哥冷。乖宝，拿吧。哎呀，宝，太多了。妹妹，能不能拿走一些？好重。拿多少？妹妹，先拿走3床。3床是几床？3床。唉，姨姨们，3床是几床？好难呐。妹妹才多大呀？哪里识的数？别急，我来搬。叶勇里麻溜钻出来，把众人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共6床，其中1床有微微的汗味，那熟悉的味道让叶勇里浑身一震。这是他的被子。妹妹，到二哥哥这里来，好暖和。到大哥哥这里来。乖宝，大舅母想抱抱你。田宝，这被子是哪来的？众人齐齐怔住了，这才发觉身上的被子有熟悉的触感和味道，是家的味道。姥姥的、大哥哥的、二哥哥的、大舅父的。大家越听越心惊，难不成小团子能隔空取物，把叶家的东西随手拿来？那岂不是……放宝出去，要舅母。田宝，大舅母和大舅父要过1床被子，你过去他们不够盖，会冷。3舅父是1个人，被子够大。要哥哥。大哥哥、二哥哥都是小孩，不会照顾你这个小孩。那去姥姥。姥姥年龄大了，照顾自己都吃力，你心疼姥姥就听话别去。那二舅父。二舅父身子柔弱，不能自理。田宝，来二舅父这里。3舅父有脚臭，熏人。2舅父已经被田宝治好了，能照顾好田宝。3舅父脚臭，2舅父疼。不疼，一丁点都不疼了，是田宝治好了2舅父。田宝真的好厉害。不疼，真好。姥姥冷。乖宝，老不冷，老很暖和，很暖和。大舅父冷。大舅父盖着田宝给的被子，可暖和了。大舅母冷。乖宝，大舅母和大舅父挨在一个被子里，很暖和。问着问着，小奶团打得大大的呵欠，蜷缩在叶永孝的怀里，沉沉睡着。凭空出来这么多被子，万一官差半夜查房，一定是解释不清。我们大人轮流值夜，有什么动静还可以提前掩藏。知道娘，我们兄弟3人值夜就行，你赶紧睡觉。对，我先守前半夜。叶永忠在黑夜里瞪大了眼睛，良久后轻轻叹了一口长气。虽然天降横祸，但是叶家总归是有福气的，家人互爱，还有田宝这个福娃娃跟随庇佑。可国情堪忧，爆发大乱是迟早的事情，到时候遍地苦难的人世间，又如何能做到独善其身？都自身难保了，还有心情悲天悯地，真是可笑可悲。再过1个多时辰，官差可能就醒了。接下来不管是走山路还是官路，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在荒郊野外过夜。到时候我们在官差的眼皮子底下，绝无可能再有今天这般幸运，可以把被子取出来裹身取暖，还是要早做打算才行。老二思虑的周全，今天田宝救我们的场景，大家也看到了。如果我们一直着单一赶路，这一路肯定是病痛缠绕不休，总不能指望田宝日日流泪挽救我们。我不忍，你们肯定也不忍。再说，这样的异常也会让官差发现端倪，到时候想瞒天过海，只怕不容易。娘，昨天都挨过来了，明天我们也一定行。老3，把被子拆2床。娘，拆被子做什么？说不定日后还能用上呢。3弟，拆吧，我们可以把棉絮塞到衣服里，这样就能抵御寒冷了。姜还是老的辣，娘，这个法子妙极了。一阵忙活过后，看着明显臃肿了一大截的彼此，叶家人又犯了愁。这个都像吃胖了30斤，哪能在官差那里瞒天过海？老3，快给每个人衣服里塞一些干草。都出来，继续赶路。官差头子背着手在柴房外面悠闲的踱步，正想着一夜过后叶家还有几人存活，听到凌乱的脚步声，感觉有点不对劲，赶紧转身。叶家人竟然全虚全矣的，一个都没有事。哼，出发。深入近20-30里山路，官差们边走边吃喝，压根不管叶家人的死活。一口气下来，叶家人颗粒未尽。江丰年微微皱眉，猜到官差的想法，跋涉之苦他们不会反抗，但是想毫无理由的故意整他们，那不能够。什么人？
你们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深山里逗留？官爷，我们是怀平郡的百姓，家里的粮全都交了赋税，全村老小没有粮食过冬，田间地头的麦秆也都已经吃光了，实在是没有可以入嘴的吃食，不得已我们才到深山里来栖息的。叶永忠心口猛然一缩，怀平郡百姓的日子已经艰难到这个份上了吗？官爷，我们只想着老老实实的借靠山里的树皮杂草过这个冬天，明年再回村耕种，绝对不敢造次啊！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襄平郡的山头？有没有录音？官爷，我们没有录音。呵呵，没有录音，那就收拾，把山洞腾出来，不然我可以把你们当流匪就地斩杀。流民们不敢怠慢，赶紧开始收拾山洞里的东西。官差走进山洞后，中年男人颤颤巍巍地带着流民们准备离开。哎呀，飞，田宝喜欢飞飞，好玩。好，只要田宝喜欢，三舅父一会再带着你飞回去。叶永礼激动得热泪盈眶，走了一路，总算是找到了哄小酱牛的突破口了。站住！你们就在洞口过夜，不准擅自离开。接上集，官差眼神一转，改了主意。虽然已经是凛冬，但是深山老林也难免有恶行的猛兽。江丰年却察觉到官差头子的意图，眼神闪过一丝复杂和不忍。女的留下，男的去砍些枯草木柴，把洞里给我垫厚一点，再生上火。官爷，我们赶了一路，一口吃的都没沾，请你放我和村民一起进山砍柴，顺便给我家人找点东西回来垫肚子，可行？不行，你是犯人，万一逃跑了，我难逃其咎。那你就派个人跟着我，总行了吧？不行，我兄弟们也都累了，想吃东西就在我们眼皮子跟前找，找得到就吃，找不到就饿着。你不会是存心想恶习我们？叶永礼三两句下来，就摸清了官差的意图，直言不讳地问道。官差头子同样目光锐利地望向叶永礼，眼底闪过一丝歹意。哼，半个时辰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先嘎了他，然后每隔一炷香嘎你一个家人。哼，半个时辰足矣。如果我回来看到我的家人掉了一根头发，那咱们就同归于尽，血祭这座大山。哎呀，飞，三舅父飞得好快，好想再飞一次。田宝喜欢飞飞。田宝看着冒着傻气的三舅父，心里赶紧摇头，小脑瓜却不争气的点了点头。好玩。好，只要田宝喜欢，三舅父一会再带着你飞回去。叶永礼激动得热泪盈眶，走了一路，总算是找到了哄小酱牛的突破口了，太不容易了。田宝，你那有野鸡吗？或者野兔子？野鸡是啥？兔有。话才说完，雪地上就出现了几只灰毛兔，蹦蹦哒哒的准备逃。叶永礼来不及惊诧，飞身上去揪住了几只兔子的耳朵。乖乖，好沉，一只兔子起码有5、6斤重，足足有4只，不，5只、6只。够了，乖宝，浪费，快拿回去。田宝，你一只一只的放出来，三舅父说停就停，好不好？一大一小傻乎乎的对视了片刻，叶永礼败下阵来，揉了揉发僵的眼睑，耐心的教道：看野兔，这个庸士竟然猎到了兔子。流民们看到叶永礼腰间晃荡的大灰兔，眼里的渴望都快凝成了实质。他们进山快1个月了，别说野兔，就连兔毛都没见过一根。我进去了好远一截，才发现这个兔子窝，而且我有身手，所以才敢一搏。你们千万别冲动冒险。哟呵，这么厉害，竟然让你找到了活物，太好了，今晚有肉吃了。叶永礼刚走进山洞，官差们就都眼尖的迎上了前，伸手就要夺取叶永礼腰间的兔子。叶永礼侧身一闪，避开了。大胆，还不把野兔交上来？这是我猎到的，凭什么给你们？嘿，简直烦了你了！你敢造反？哼，造反那也是你们逼的，我们是流犯，不是喜刑犯。你昨晚给我们吃猪食也就罢了，可我们一家8口却只给了2人的分量。今天赶了1天的路，你都不让我们停歇补给，我们只能靠着血水充饥。你这明显是想故意把我们饿死在路上。先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叶家会守应有的规矩，但却不会任由你们欺负。要么大家一起活着到荒江，要么一起死在路上，你们自己选。先放了他，咱们再商量。官差头子心中一惊，眼神慌乱闪烁，语气有所缓和。流民们又怕又震惊。你们想吃肉也不是不可以，把我们的枷锁都取了，我们给你2只野兔。放屁，简直是痴心妄想！都给我上，砍嘎了算我的。娘，你们快去山洞。救命啊！哼，
这可都是外甥女的后援军。哼！老大、老二，你们去把兔子赶了。老三，想法子把木枷锁劈了，一会当柴烧。玉莲，咱们娘俩去找点引火的茅草，文哥、武哥，你们把妹妹守好。好的，娘。知道了，祖母。鸟群为啥只攻击官差？他们是来给那家流贩帮忙的，可这也太玄乎了吧！江丰年望向这群流民，眼神闪烁着复杂，胸口憋闷欲裂。夏州在三国之中疆域最为辽阔，可百姓却吃不饱穿不暖，形同乞丐，甚至有家不能回。泱泱大国离倾覆不远了。娘，兔子赶好。是我先看到的。刘哥，求求你让给我吧，我不是自己吃，我娘身患咳疾，已经没几天日子了，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油荤了，我就想让她老人家临该之前吃一口荤的。妹子，你别和我争好不好？你娘好歹也吃过肉，可我们家孩子从生出来到现在，连肉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啊！都别抢了。江丰年几人闻声望过去，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几个流民正在争抢为数不多的食材，说是抢，可他们并没有动武，只是拽着食物不撒手，跪着朝对方磕头求让。震惊、怜悯、愤怒，一时间复杂的情绪齐齐涌上来。叶永忠眼眶有些酸涩。都别抢了。好汉饶命，他们是见你丢弃了东西，这才敢拿酒。我们不知道你是放在那里，还不把东西给好汉拿过来。你可是主事的？我是他们的村长。我是想问，你们有锅具和火种吗？我想用野兔和你们置换，可行？这好汉你要用锅，尽管拿去就是，不用置换。我们叶家从不占人便宜，还劳烦村长给我们取下锅和火种。谢谢好汉，谢谢好汉。村长，快起来！以物换物本就是理所应当，你们大不用这样。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今晚可否允许我们一家老小在你们的山洞借宿一晚？山洞本就让给你们了，饶命！饶命啊！叶大人，我们知错了，快点让这些鸟离开吧！叶大人，饶命啊！哎呀，疼！您可是襄平郡太守叶永忠大人。正是在下，可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大人，只是个流犯而已。叶大人，原来是叶大人啊！眼前人竟是夏州为数不多一心为民的好太守叶大人，是让襄平郡成为周边百姓向往之地的叶大人啊！叶大人，您咋会被流放呢？连您这样的豪官都被流放，这世间还有没有天理啊？夏州国土可还有我们农民的存活之地呀！话到浓烈是哭腔，是希望幻灭的满腔悲愤。流民们纷纷仰天悲哭，整个山林都充斥着绝望的气息。如此沉重的赋税之下，他们之所以苟延残喘坚挺至今，就是奢望有朝一日会有一位像叶永忠一样清廉正直的父母官拯救他们于水火。可叶家人的遭遇，把他们最后的希望抨击得粉碎。大家不要灰心泄气，瞧，老天是站在好人这头的。真的吗？老天真能看到人间疾苦吗？或许叶大人说的是真的。物极必反，老天不会让恶人一直当道，那些哒的人终究会受到惩罚。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努力，让自己多活一刻是一刻，挨也要挨到拨云见日的那天。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起锅烧饭，先活好当下。娘，你想吃兔肉汤还是烤兔肉？儿子给你做。两种滋味，娘都想尝一尝。成，走，你们来给我打下手，今天咱们必须让娘吃个尽兴。钟郎，你行不行啊？还是我来吧，就这么几只兔子，别糟蹋了。大嫂，你就放心吧。先前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爹娘下地干活，那可都是大哥给我们烧火做饭的。他做的饭比娘做的还好吃呢。真的？那我今天可要好好见识见识。救命啊！叶家几人刚走进山洞，官差头子发疯了般突然从鸟群中冲向叶永忠。皇天在上，后土为证。我刘坤在此愿用兄弟们10年单身，换喜欢填饱的一亿叔伯们，今年好运连连，顺风顺水顺财神。如果10年不够，那就让他们单身一辈子，保佑。接上集，官差头子瞬间扑倒叶永忠，然后一个翻滚，藏在了叶永忠的身下。哎呦我去！叶大人说的是真的，鸟群真的不随意攻击无辜的人，老天确实能分清善恶。叶大人，是我存心不良，我知道错了，求你赶紧驱散鸟群，我保证，只要你们老实赶路，我绝对不再为难你们。叶家人没有发话，鸟群就一刻不歇地攻击他们，这让官差头子不得不深信，确实在不遗余力地保佑着叶家人。你先松开。叶大人不答应，我不敢松。多谢苍天出手相救，现下官差们已经知错，还请饶他们一命。老天真的显灵了，老天能保佑叶家，那一定也会保佑天下所有正直的清官。只要我们坚挺下去，总能守得云初见月明。
叶大人，先前是我得罪了，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现在就是个流犯，当不起你这声大人。我最后声明一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你不刁难于我们绝对不会反抗逃走。但你们要是再心存恶念，即使老天不帮我们叶家，我们也是可以和你等放手一搏的。叶大人放心，我们已经吃了教训，绝不敢再造次了。那好，这个山洞原本是属于这些村民的，他们已经同意我们借宿一晚。你们若愿意借宿，就需经过他们的同意，不然就自行寻找歇脚的地方。但你们放心，我们不会私自逃走。还请你许我们挤上一晚。关爷严重了，若你们不嫌弃，我们不敢有意见的。赵福平的讲述让叶永忠的心情更加沉重，但是面上却表现了一片乐观。只要有希望，我们就挨下去。瞧，昨天我们还在吃泔水，今天不就吃到肉了吗？大家伙至少还能靠山而活。可我们被流放的荒疆，听说是不毛之地，一半都是沙漠，寸草不生。想想那里扎根而活的百姓，咱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哇，好香香啊！开饭喽！没有碗，叶永忠握着勺，苏玉莲拿着借来的豁口刀，一个舀汤，一个片肉，一家人一人轮一口，吃得欢声笑语，满脸艳足。那是阳光的温度，爱是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谷，一双幸福，那是岁月的礼物。慢慢的幸福。官差们再也忍不住肉香的勾引，纷纷起身转悠到叶家人的身后。看见叶家人吃饱喝足，肉汤还剩大半锅，官差们心里微微窃喜。叶大人，让我们也……赵村长，这还剩半锅肉汤，我们吃得很小心，没有惹脏。如果不嫌弃的话，送给你们可行？官差头子刚开口，叶永忠就及时打断了，望向杨柳村人：不嫌弃，不嫌弃。可叶大爷，你不必顾及我们，这个汤放到明天早上也不会坏，你们完全可以留着明天再吃的。对呀，叶大人，你们留着明早吃吧，明天你们还有赶路呢。我们毛着不干活，吃一顿能管3天了。村民们纷纷附和，40多个人分食2锅肉汤，每个人也就吃到了1块肉7、8口汤，可是他们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再贪心。我三弟会武功会打猎，明天一早我让他再去碰碰运气。再说了，这半锅汤不是白给你们喝的，喝了我煮的汤就得拼了命的给我活下去。我们听大人的，一定好好活下去。对，我们在杨柳村等叶大人回来。那我可要好好数一数你们多少口人，等我回来的时候专程去杨柳村看一看，可一个人都不准少。那叶大人一定要尽快回来才是，我怕我这把老骨头熬不到啊。田宝在身后似懂非懂的看着大舅父，大大的眼睛溢满着崇拜。大舅父好厉害呀！这群叔叔婶婶们刚才还不开心，可现在每个人都在笑呢。真是田宝基大舅父。小宝，你这个大舅父好厉害，我们好生羡慕你的哟。哎呦我去！有狼群。娘，带着孩子们去山洞最里头，男人都抄家伙到前面来挡着。爸，小心啊！紧张堵满了江丰年的嗓子，好一会老母亲的担忧才破喉而出。娘，有我在，别怕。盏茶的功夫，最后一头狼也倒在了叶永礼的脚下。好汉为伍，谢谢好汉救命之恩，谢谢。大家快起来，检查看看都有没有受伤。三舅父，疼！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叶永礼浑身一震，大白牙瞬间藏不住了，他赶紧抿嘴，皱眉，捂着肚子弯下身。哎呦呦，好疼啊，疼死我了！这个冒着傻气的少年，真是刚才那个勇猛无敌的战神。哪疼！好多狼，三舅父肯定受伤了。小奶团崇拜大哥的时候，让叶永礼一阵羡慕极。这回小奶团这么关心自己，心里美得直冒泡。哎呦！这疼，这也疼，哪都疼。可要是田宝答应不再生三舅父的气的话，三舅父立刻就不疼了。不生气，不疼。太好了，你看三舅父不疼了，一点都不疼。刘坤多谢叶三公子救命之恩。他们这种身份习惯了看着比自己弱小的人胆寒俯首，可叶永礼刚才救他的一刀，像是隔空把他劈醒了。什么是强，什么是弱，
什么是正理应当？身份在危机时刻连自己一条命都保不住。叶家人眼下是人人可践踏的流犯，可叶永忠3言2语就让一村人的生机燃成了熊熊烈火。叶永礼更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不管身份境遇如何，他们都不畏强权，不欺弱小，自保之际还不忘用余力助人，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强者。这样的强者所遵从的才是天理正道。跪谢就不用了，若是你真心实意的话，那就起誓，保证路上不再刁难我们分毫，并改掉恃强凌弱的恶习。怎么样，敢不敢？皇天在上，后土为证。我刘坤在此愿用兄弟们10年单身，换喜欢填饱的一亿叔伯们，今年好运连连，顺风顺水顺财神。如果10年不够，那就让他们单身一辈子，保佑。好，虽然你之前对我们确实不怎么地，但是今天能有这番醒悟，我也敬你是条汉子。那这一路咱们就和平共处，不说庞大，有我一口肉就少不了你们的。早知道我该早点醒悟，起码还能喝上一口肉汤。现在也不迟，看上哪头随便挑，让你吃个够。哼，都想什么呢？这些狼可都是叶三公子，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叶三公子能让我们从狼嘴里逃出，大家该感谢他，而不是觊觎他的东西。村长，我们没别的心思，就是替叶大人高兴罢了。对，我们就是替叶大人一家高兴。江丰年和苏玉莲对视，眼底都是惊讶和赞赏。好将带不出孬兵，赵福平知恩图报懂分寸，村民在他的点拨下扭转扳正，这份纯善本性值得他们刮目相看。村长此言差矣，刚才若不是你们村的汉子挡在前头护住了我的家人，我们兄弟也不能全身心的和狼群对峙。所以这些狼大家都有功劳，这些狼少说也有20多头，我们此去荒江，不可能把这些狼都带走，也带不走。这样我们带2头上路，也能顶上一段日子。你们村留下10头过冬。刚才听你们说，这个山头还有10几个村落的人，剩下的就劳烦你们给其他村伙们分一分，让大家伙都沾沾荤。谢谢叶大人，谢谢叶大人。好啊，今晚真是大好，狼群本想以我们为食，没想到却送上门，成了大家伙的冬粮。说起来也是他们的功德，瞧见了吗？正如我大哥所说，事事都有峰回路转。你们去给其他村庄送狼肉的时候，须得将我大哥给你们说的那些话转达过去。不管如何艰难，能活一刻是一刻，说不定下一瞬就会迎来好日子。我们定将叶大人和叶家2位公子的话谨记于心，并传导给周边村户，绝不辜负叶大人你们的一番好心。好了好了，咱们得赶紧把这些狼处理了，不然会有更大的猛兽嗅着喂过来。哎，老夫爷，你们明义还要赶路，赶紧去山洞里头休息。这些狼我们来处理，绝对收拾的妥妥当当的。好，那就有劳赵哥了。不过我们得先化点血水，把身上拾掇一下。你们去歇一歇，我们马上给你们把血水化好。村妮，快，赶紧带着几个人给叶大人和官爷们烧几锅水洗洗。哎，好嘞。